小伙伴，今天我们来聊聊百万富翁。我特地去扒了最新的 Global Wealth Report 2025，数据显示到2024年底，德国大概有270万个美元百万富翁。这什么概念？咱们按总人口粗粗一算，也就是大约每31个人里就有一个百万富翁。你说你坐个地铁，这车厢里可能就蹲着好几个隐形富豪，这概率高得出奇啊！但问题来了，你怎么才能挤进这1/31呢？我们直接拆解在德国最常见、最靠谱的4条通往百万富翁之路。首先，第一条路也是最稳健，但也是最卷的路。那些打工人天花板到底赚多少？根据 DAX 公司年报披露的数据统计，德国 DAX 上市公司的 CEO 平均年薪大概在574.7万欧元这个量级。头部的那些大佬时不时冲到1000万欧元以上也是有的。哪怕你不是 CEO，就是个顶级的主任医师，或者那种在法兰克福专门帮大公司做并购交易的律师，年薪25万欧元也不罕见。听起来是不是很爽？我跟你说，德国税务局听得比你还爽。在德国，只要你的应税收入超过277826欧元，恭喜你，你就光荣地进入了45%的富人税俱乐部。再加上团结税，算下来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说，你多赚100欧，差不多47欧直接进了国库。那么问题来了，如果税这么高，那些一年拿上千万欧元的 CEO 是怎么活下来的？我们来看一个教科书级的案例，前西门子 CEO Joe Kaiser， 他最猛的那一年，西门子披露他拿了1425万欧元。听到这儿，你脑子里是不是已经有画面了？那种电影里的场景，一大麻袋现金往家里背。 No， 德国顶级 CEO 的工资结构可没那么简单，它是基本工资、当年的奖金，再加上一个听起来很高级的东西，长期激励计划 LTIP。 这是个啥？简单说就是公司给了他一大堆股票权益，但有个死规定，现在不能拿，要过3到4年才能兑现。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因为你是 CEO 啊，你的利益必须跟公司长期的股价绑在一起。那 Kaiser 那一年为什么突然拿到了逆天的1425万欧元？其实是因为西门子当时改了激励规则，导致2笔原本分几年发的钱在同一年一起到账了。大家看懂这个逻辑了吗？ LTIP 的机制核心不是少交税，他把这40多年的职业生涯打包成了一台按阶段吐钱的机器。普通人看工资看的是月底发多少，顶级高管看薪酬看的是终身价值。作为一个没有 HIP 的普通人，怎么复制这种延期的智慧？假设在法兰克福有个当律师的 Alex， 年薪20万欧元左右，很多人年入20万欧，第一反应是干嘛？换大 house， 换豪车，开始消费升级。但真正能滚出资产的人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花钱，而是压税基。德国有个东西叫 Rentenrente 基础养老金，这是个什么鬼？ Alex 一年赚20万欧，他说我愿意拿出3万欧元专门留作退休用。国家一听非常高兴，好，那这3万欧元今年先不算你的税，但条件是这3万不能提前拿出来，得等你到退休以后慢慢发给你。比如2026年单身大概能抵扣3万欧元，意思就是这3万欧元今年先别算进征税里。朋友们，这里的重点不是这3万欧元本身，重点是复利和时间。大家算笔账，如果不做合伙，那3万里大概有12000欧元要交给税务局，这12000欧元本来是要消失的。但如果做合伙，这12000欧元就可以先拿去投资。假设每年多投资这本来要交税的12000欧元，按年化6%算，15年后这笔捡回来的钱大概能滚到30万元。这多出来的30万就是你利用规则赚到的时间差。途径1总结核心逻辑，别只盯着工资单，有时候晚一点拿钱反而更值钱。复制难度5颗星。理由，年薪20万本身就是个巨大的门槛，而且这需要极强的延迟满足能力。接下来这条路是我觉得德国最被低估的暴富后门，也是德国产生百万富翁最多的秘密通道。很多人以为创业就是要在车库里熬夜写代码，当下一个马斯克。错，大错特错。在德国，真正的聪明人从来不会从零开始创业，他们只做一件事，检验。硬核数据来了，根据 KfW 2026年的 Nachfolge 监测数据，到2029年底，德国大约有54.5万家中小企业正在满世界寻找接班人。与此同时，每年大约有11.4万家企业因为没有人接班，计划直接关门。小伙伴，你看出来什么没有？这是一个巨大的结构性真空。咱们来看一个玩资本整合的顶级高手 1,5Card 创始人 Philipp Schröder， 他曾经是特斯拉德国早期高管之一。他发现德国的电器安装店极其分散，
于是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去各地收购电器与光伏安装小企业。Schröder 搞新能源，为什么他不自己去培训员工？为什么非要去疯狂扫货买老企业？在德国，电器安装真不是谁都能干的，配备拥有 Meister 或同等资质的技术负责人，你才能合法承接这种活儿。翻译成人话就是，资质是门槛，而资质都在那些老大爷老板手里。所以 Schröder 的操作不是招人，而是敲门，逻辑很简单。假设一家乡镇电器公司一年 EBIT 50万欧元，在手工业市场，这种公司撑死就给3到5倍的估值，咱们按4倍算，也就是200万欧元。Schröder 过去跟大爷说，我给你一部分现金，让你体面退休，再给你一部分股权置换，让你继续拿分红。大爷解决了变现问题，而 Philipp Schröder 拿走的是什么呢？是合法的经营权、资质、成熟的团队、现成的客户。这就是整合的第一步。Schröder 不是买一家就停手了，在短短2-3年内，他陆续收购整合了50多家这样的企业。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单体店的模式是什么？在银行眼里，它只是个依赖老板个人的施工队，老板一退休，价值就打折，所以估值倍数极低，只有3到5倍。但当几十家这样的公司被装进一个叫 1,5 card 的大篮子里，事情就变了。统一品牌、统一采购、统一流程，再叠加自主研发的能源管理软件 Heartbeat AI， 并且布局虚拟电厂，它从一个靠人干活的手工业公司变成了一个靠系统赚钱的平台型企业。资本市场看他的眼光全变了，投资人不再问这家公司一年能接多少单，而是问你有多少可管理的装机量，能不能持续复制，系统是不是可扩张。这就叫估值逻辑改变，不是从4倍利润跳到20倍这么简单，而是从地方施工公司变成了全国可复制的能源平台。根据路透社报道， 1,5 card 已经为市场估值超过10亿美元，这是极其聪明的结构性套利。这种路子，我们普通人的门槛在哪里？学 Philipp Schröder 去收购50家公司不现实啊，但我们可以去找那些有资质、有现金流，但缺接班人的行业。我们来实战模拟一下。华人小王盯上了一家年利润50万欧的医疗螺丝厂，收购价200万欧元。小王手里只有10万欧元现金，怎么办呢？首先，小王去申请复兴信贷银行继任贷款。很多这类投资贷款可以有最长2年的还本宽限期，也就是说，前期你只用还利息，不用还本金。之后小王跟老板说，剩下的钱算我欠你的，我分3年还给你，并给你算利息，也就是卖方贷款。这不是空手套白狼，而是精密的结构设计。说白了，这根本不是在花小王兜里的钱，而是在用工厂未来赚到的钱来给今天的小王买单。到了第6年，债还清了，小王就直接用了一家完全属于自己的现金流机器。途径2总结：核心门槛、社牛属性加敢签几百万欠条的胆量。你不需要有巨资，但你要有能力说服银行和老厂长。复制难度4颗星。理由：这种路子不太需要高学历，但语言能力要强，考的是 Street Smart 和对金融工具的熟练使用。途径3，房地产投资。聊完买场，我们聊聊华人最爱也是中产最标准的翻身路——买房。咱们来看看柏林地产大亨 Jakob Mehren 是怎么把炒房玩到极致的。这哥们儿最狠的地方不是他有钱，而是他敢接盘，而且他懂得把银行当印钞机用。19岁那年，在我们还在考虑要上什么大学的时候，人家已经在柏林买了一套54平米的小公寓，价格只有37000欧元。为什么这么便宜？因为那是个烂盘，差点就要被强制拍卖的那种。但这只是开始，它的核心操作是这套连环计。第一，暴力增值。他把房子买回来后，自己刷墙翻新，把一个破房子弄得很像样。注意，他不是为了自己住的舒服，他是为了让银行的估价师觉得，哟，这房子变值钱了呢。第二，再抵押，这是重点。房子一升值，比如是从3.7万涨到了6万，在银行眼里，你的抵押物价值就变大了。这时候他去找银行说，你看我这房子涨价了，你把涨出来的这部分额度贷给我。于是他拿到了第2笔钱，作为第2套房的首付。第三，滚雪球， A 房涨了买 B 房， B 房涨了买 C 房。每一套房子既是资产又是融资工具，既能用租金养贷，又能增值再抵押。据报道，他后来持有的公寓数量达到了2000套这个量级。结论一句话， Jakob Mehren 根本就不是在买房，他是在调动银行的钱。普通人买房是靠工资攒首付，他是靠房子生首付。咱们普通人学不来2000套的规模啊，但完全可以复制以下的操作。你必须记住的黄金法律叫 Einkommensteuergesetz § 23，
德国所得税法第23条，私人出售交易。简单翻译一下，在德国，如果你以私人名义持有房产，只要不被认定为商业炒房，只要你持有超过10年，卖掉之后，不管赚了30万还是300万，1分钱税都不用交。假设斯图加特有一对工程师夫妇，2人年入15万欧元，2015年咬牙买了一套40万欧元的公寓。接下来的10年，他们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没有？没有，他们就是上班还贷。引爆点在2026年，房子涨到了70万欧，他们反手一卖，赚了30万欧。因为这套房子持有了10年，根据法律，这30万欧元1分钱税都不用交，全是你的。真相就是这么朴实无华且枯燥。在德国，致富最快的动作往往不是频繁操作，而是苦等10年。路径3总结：核心门槛，第一桶金首付加极大的耐心。复制难度3颗星，理由：这是中产阶级最标准的翻身路，难点不在纸上，在于你能否攒出第一个首付，以及你能否忍住10年不卖。最后这条路也是最扎心、最不讲武德的一条路，继承。在德国，富豪们之所以富过3代，靠的不是运气，是法律。Erbschaftssteuergesetz Paragraph 13a und 13b， 这是什么神仙条款？只要你继承的是企业资产，并且承诺在未来5到7年不裁员，保持工资总额达标，国家就可以免除你85%甚至100%的遗产税。国家的意思是，我不收你税，但你得把企业经营下去，给我保住就业岗位。来看看真正出身即巅峰的 BMW 宝马继承人 Susanne Kletten， 德国女首富，她的快乐你根本想象不到。根据 BMW 的财报，她手里持有约22%的股份。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2024财年 BMW 分红总额是26.6亿欧元。你算算这笔账，26.6亿乘以22%，这是每年大约5到6亿欧元级别的年度分红。他继承的不是一笔一次性的钱，而是一家大企业。只要企业继续经营，岗位还在，法律允许大比例减免遗产税。途径4总结：核心门槛，出生在顶层资本家族，复制难度10颗星。理由：你无法靠2026年的努力穿越回30年前去修改你人生的初始存档。发现没有？这几条路看似天差地别，其实底层逻辑只有一个。在德国从来没有一夜暴富的神话，只有延迟满足的狠人。所有赢家都在做同一件事，靠脑子找别人看不见的秘密通道，然后沉住气，让时间帮你把钱变厚。我是小雨，下次见。